各位朋友们，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要省一点油钱，然后你又不想要买纯电动车，价格又要优惠的 PHEV 车呢？今天它来了 EMAS 7 PHEV。哦，它的动力提升的蛮猛一下哦，加速的蛮猛哦，120 km 把握之后的感觉，哎，还可以哦。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爱的人，不是一个测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哈。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辆 Proton EMAS 7 PHEV， 在我频道第一次介绍 EMAS， 非常感谢就是 Proton 呢借我这辆车相处，虽然不多了4天，我只有4天的时间，今天是我拿车的第2天，油都还没有用很多，而且刚刚我也跑上来云顶了，所以我要赶紧争取时间跟大家介绍这台车。但是呢，这台车呢，我相信在这个视频上大家看了很久了的，内饰啊长得怎么样了哈，大家都大概懂。那我也是意思要做一下嘛，我的看法，我的介绍。那你们觉得看够了的话，你们就 skip 去看我的试驾影片哦。今天如果你想要买一台省油的车，你又不想买电动车，因为怕有续航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买 PHEV 插电式的混动系统。这台车又可以充电，又可以打油，当它没有电的时候呢，油又可以把它充回去。这种混动系统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实际的。当然 PHEV 比起 HEV 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它电池也会比较大力，比起Toyota的 HEV 啦 Tiggo Cross 的 HEV 啦，我觉得是无法比的啦。要比呢，就是要比它的竞争对手捷酷 J7 PHEV， 还有 Chery 的 Tiggo 7 PHEV， 那它们电量都是旗鼓相当。那走，让我们去看一下这辆 PHEV 有什么 ，Let's go。Proton EMAS 7 PHEV 总共有3个规格，有 Prime、Premium、Premium Plus， 价格也从109,800起，直到130千以内，你就可以买到一个 C segment 的 SUV 插电式的混动系统，省油又有力，外观干净得体又大方。可是在我身前面这一台是 Premium 的，也是我们说的中配。高配的 Premium Plus 呢，跟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外观呢大家都一模一样，只是说它的电量比我大。我这台中配呢的电量是 18.4 kWh 的电量，高配呢是 29.8 kWh 的 LFP 电池。我这台中配呢，如果是全电动行驶，可以走大概是105 km 左右，高配呢可以走170 km 左右。高配也支持60 kW DC 的快充，那我这台是30 kW 的 DC 快充。高配多了一个全景天窗，0到100比我慢个2秒。我很喜欢它的这个车头，有这一个全贯穿式的车头 LED 的日行灯，还有它的 LED 的 signal 灯。车头灯便是移下来这一边哈，所以它的远光灯啊、近光灯全部都在下面。中网这边哦，就不像一般车这样有非常大中嘛。白色的车机配上钢琴烤漆，看上去真的是大方又得体啊。至于后面这边呢，就从这个角度看下去哈，有一点像奥迪的车灯，又有点带保时捷、Macan 或者是卡宴的车尾啦。当然，它的车尾也没有什么好新奇的。虽然这辆车它有引擎，但是它排气管却躲在了里面。这辆车的悬挂设置前麦花臣，后面是一个多连杆。轮胎呢是用这 Goodyear 的 Efficiency Grip 235/50R19， 这是前后轮胎尺寸都一样啦。前后都是单活塞的刹车卡钳，够用吗？我觉得是够用啦。刹一点点的时候它是电动回收，再踩深一点它就是刹车啦。充电呢是在右手边的，它的 AC 慢充可以支持6 kW，DC 快充可以支持30 kW。因为我这辆是中配啦，30够不够？我觉得是够的，反正30到80%，也就是20分钟以内的事情。对，它还有支持 V2L 的功能。来到左边这里就有一个油盖，要打开它呢，需要在唱机里面左下角按一个按钮，当它解锁之后，你才可以真正打开这个油盖。油桶呢，比起它的同等级竞争对手啊的 Super Hybrid 啊，它只有51公升的这个油缸，竞争对手为60公升，油缸也会比较小一点。所以说嘛，你看到这辆车的最高行驶也是1000公里左右，竞争对手则是1200、1300，因为人家油桶也比较大一点。这些多一点里程的东西，油缸大小，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最重要就是你到底喜欢那台车，因为我相信没有一台车
车是十全十美的哈，只有适合你的车，没有最好的车。这次这辆车的钥匙它是全白的哈，带上了一个套。可是我发现到，为什么它没有 remote start 的？可能是要在 Proton 里面的 app 才可以用得到啦。这辆车有电动尾门，那这个后尾箱呢，无可否认啊，作为一个 C segment 的 SUV 来说，它真的是很大。椅背也可以做6/4倾倒。这里是放电箱，这里有一个低重音的音炮。没有 spare tire 啦，电池肯定是在车底啦，所以它的平稳性也是非常的好，重心也是比较低啊。缺点就是它跟 X70也是差不多，它的开口比较高，所以你要刚上一些比较重的行李箱要上去会比较麻烦一点。左右都有挂钩 ，maximum 3kg。电动尾门，按一下关。轴距为2755mm，高度为1685mm，宽度为1940mm，长度为4740mm。别看它像 EMA7，但是它比它的姐妹 EMA7 呢是长了125mm，宽了39mm，高了15mm，还有它的轴距也是长了5个mm的，也表示在它的空间啊，真的无可否认非常的大哈。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它的座椅哦，发泡棉真的是软的不得了。我可以刚刚跟你说啊，虽然它打到它的兄弟 Proton X70，这台车比 Proton X70好坐很多，座椅没有到调2端，它是可以做倾倒。最低配的 EMA7 PHEV 好像是没有 armrest 的哦，真的很软耶，好舒服嘞，大腿支撑也有，发泡棉做的也是非常的厚。它的电池放在下面嘛，所以呢中间都是平的，所以乘客都比较舒服。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这里是在一个拳头。我的头部空间1个多拳头，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喇叭。这辆车有16颗 Flyme 的 speakers， 2张座椅都有 ISOFIX， 它的头子也是软的嘞，很舒服嘞。后面有2个冷气出风口，下面有 USB 接口，还有 Type C 的接口。这里有 pocket， 后面这边真的是很空啊，可能当一个手把，或者是塞一个手机在这边，或者是你要放手机在这边也是可以。窗户按钮呢，就有一键上下，是按的啦。照道理来说，这个 mid spec 开始哦，就是应该要有内饰的气氛灯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台就没有。这些窗户按钮呢，看的都比较有新鲜感啊。这是调整你的 side mirror left or right。这张座椅真的好坐。昨天我一去拿车，我一坐进来哦，真的是非常舒服。它让我想起了 Camry 的 XV50的座椅，真的是有如它一样，旁边有支撑性，发泡棉很软。反正最新款的 Camry 我觉得不好坐，椅子都偏硬了。驾驶员的座位有6项的电动座椅，它还有记忆座位，所以当你进来关门 ，OK， 我的座椅就是往前面推了的哈。稍微就是调一下这个椅子的话哦，它会问你要不要 save，OK， 我就可以储存我的这个记忆座位啦。整个内饰呢就长得很像 EMA7 的电动版一模一样，基本上有16个 Flyme 的喇叭 ，HUD 抬头显示器。这个抬头显示器是在这个价位里面我没有见过这样3D、这样亮、这样多显示。除了可以显示你的跟车系统啊、车道偏离啊、辅助啊，连你打星呢它都会亮着的。这个仪表呢就跟 Proton 的 X50 长得很像啦。上车也不用按什么 Start Button， 你上车系上安全带，打一个 D， 它基本上就是 You are ready to go。那我觉得它的动画哦，比这个 X50 来的更加的顺畅，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它还有一点小动画，比如说我要更换这个右边的资讯哦，方向盘这边按钮按一下，按上按下，所以你看它整个过程哦，它其实都有这个动画的，反正 X50是没有的。我拿车到来行驶了153公里，我上来云顶了之后，我的 range 有是在708 km。那我刚刚下山有充了一点电，还可以走2公里的纯电行驶啊，基本上它就没有的好显示太多了。反而在这个荧幕里面呢，如果你们用过其他的电动车还是 X50啊，其实都很相似就对了。但是它这里多了一把灯啊，这是 Home 跟 Back 360的 camera 非常清晰，这个也不多说。方向盘有2个按钮嘛，这个我按了之后没有反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如果你们是车主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吗？上面这个 favorite button 也可以设置成你要什么，基本上我把它设置为按了之后360出来了，所以它是我的一种快捷键呐。胎压侦测器 ADAS Level 2全部都给完你，中配开始都已经给完了。Vehicle Settings 里面啊。Shortcut 开启尾箱、雾灯 ，HUD 的调整是经过这个按钮来调，它的亮度啊、高低啊，然后这2张座椅呢，它其实都有的。通风，因为现在我有一点电量哦，还可以进入纯电动模式，不然少过28%的电量，它是不给你进入纯电模式的。普通驾驶都是用 Hybrid 或者 Power， 这个 Power 就给你动力了的啦。电能回收，通常我们看到都是 Low、Medium、High 嘛，这辆车可以放 Auto。而我发现到我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哦，这个 Auto 会让我松开油门，它不会电能回收，反而我觉得它侦测到前面有车子的话，它才会启动那个少许的电能回收。我觉得这个是蛮实用的，在高速上面，因为我不是每一次松油门就是要
慢下来嘛，我只是可能要让它滑翔呢。这一个 auto 蛮智能一下，它侦测到我下斜坡，它也会自动的调下去 high， 这个我真的是要给它一个 good job。方向盘的模式啊，跟着驾驶模式而改变。刹车 comfortable stop， 这个是陡坡缓降啦 ，ESC off 啦。这个 light 哦，就是我在里面没有找到有什么 ambient light 咯，明显没有气氛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是中配哈，可能还忘记装上去啊。Driver Assist 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 Lane Keep Assist 关了引擎之后，它就会帮我关掉，所以每一次我上车都要自行关掉。Pre Collision Warning 自动刹车，这声控你可以随时就是 High Button。How may I help you? Display 呢就有分为 Light Mode、Dark Mode。所以晚上会变黑色哦，这还是可以调米的亮度，还有它按钮的晚上的亮度，还有就是这个大荧幕的亮度。这 Sound Setting 就好玩了啦。加上我驾驶员的头后面其实都有2粒喇叭，我觉得是非常的棒。因为当我在开车的时候啊，我讲电话，它是从这一边出来，而不是让全部人都听到我在讲什么。再来第二点就是开导航的时候，它也会从这边提示我，也不用让全世界都听到我的导航，所以它不会中断那个音乐。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吗 ？Intelligent Headrest Mode 要打开 ，Equalizer 我就调降了，你们可以 screenshot 一下。Touchscreen 的声音它也是可以改变的。当我行驶的全电动模式的时候，它一定会发出一点声音。它有3种模式 ，OK， 就好像卖 ice cream 这样哦。OK， 它的 Apps 里面呢就有一些 45 Camping Mode 啦等等 ，Energy 就是让我看我的电量、我的油啦，我的油多少 percent， 电多少 percent。如果你担心没有电，你可以打开这个 Low Battery Startup， 它会启动引擎来帮这个充电的。当你打开 Self Start 之后，现在它已经是打着这个引擎为它充电。这里现在26%，纯电模式还可以走1公里左右 ，Total Range 还可以走709啊。现在充电的速度为 3.5 kW。这个按钮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它是拿来调音量没有错，按了一下也可以调这个冷气的风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可以按长久，你可以设置，你这个按钮是要拿来更换墙纸、更换冷气温度，还是要风速的啊？这边有2个置备夹，小小个的，然后这边还可以插一些卡，无线充电呐，还有一个手扶箱。下面这边还有 Type-C 接口、USB 接口，还有一个12伏电瓦，这空间很大哦，可以放一个很大的包包。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排档杆呢就是怀档。大家都懂怎样操作了哈。自动雨刷、后雨刷、自动远光灯，上面这边是没有灯啊，可是这边的灯足够亮，让你可以晚上照亮你的脸。这边还有一个双向灯，打开这个所谓的引擎盖看一下。这辆全进口的 EMA 7 PHEV 呢，它是搭载着一个 1.5 公升的 BHE15DFN 的一具自然吸气的4缸的引擎，它是跟着 Proton Saga 是共用同一副引擎，可是它马力就小了一点，它可以产生99 PS 125个牛顿米的扭力。右边这边就有一个电动马达，可以产生218 PS 262个牛顿米的扭力，把动力全部分为前驱。如果2个加起来动力啊，最高262 PS 262个牛顿米的扭力，0到100 8秒啊，哇，比同等级竞争对手的 PHEV 啊还快了 0.5 秒嘞，而且人家是有 Turbo， 最高时速170 km/h， 左驾驶也是电动调节，然后有一个手扶箱，真的是没有气氛灯的哦，这辆车以这个价位哦，你们觉得值得买吗？照片看下去很小辆，但是实际上看下去是蛮大辆的，空间有，舒适感真的是有啊。至于驾驶怎么样呢？走，我们去试驾一下咯 ，Let's go。OK guys， 现在正式出发。我会打开这一页哦，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油啊，还有95%，我的电还有24%。OK， 这个是比较容易去看的啦的界面啊。那这辆车呢，其实有一点可惜啊，我面对它的时间才有4天，包括拿车那个算是第1天了。所以我拜2拿，拜5呢就是要还了，所以我只有第2天，也就是昨天拿车，今天就要开始试驾。拍试驾的影片哦，因为明天又是车展然后后天要还车，所以我就时间是有点赶啊。可是，相处一下短暂的时候，很快哦，这辆车就上手了，就感觉到它的特性是在哪里，它的特点是在哪里啊？EMA 7 PHEV 推出的时候，我看了动力数据哦，1.5 公升的自吸要推动一个18点多 kW 的电箱，或者是28大一点点的。够用吗？你又要推动一个1800公斤左右的车，你又要去忙着充电，所以到底这样子的动力数据哦，会不会很辛苦啊？0-100加速，我们不要讲0-100加速了，因为我们买这种车呢，通常是载家人啊去出游啦，你要知道有时候
啊，5个人坐满5个人，载一点行李尤其是现在最近考了潜水想要开这种车去到远地，要载着一些潜水的工具，对不对？到底够吗？所以这个是当时我的一个问题。这个起步的时候，整个过程就是你当它是电车就好了。其实 PHEV 的概念它不再像以前这样这个现代的 PHEV 呢，比较偏向于你当它是一个电动车来开，然后呢，这个引擎呢是备用然后需要动力的时候它才会用，才会启动，然后帮它充电。引擎呢就好像变成一个 generator 这样。当然，每一个厂家做出来的 PHEV 的概念都不一样有些厂家做出来 PHEV 像 BMW 这样，它会用到没有电而 Chery 跟捷酷呢，他们的概念就是不会把它用到没有电如果你这样正常驾驶的时候呢，它就会可能不少于23%的电量要看情况啦。如果是有一点小斜坡啦、上山它就会不少过18或者15这样，它会看情况来找机会来充回那个电，让它保持在28%左右的。而这一台 E-MAX 7的 PHEV 概念也是不过如此它就是我没有看过它少过它28%因为我拿这台车的时候呢，就当时只充满油给我，没有充满电，而加上昨晚上我也是没有时间去充电因为我家里没有 wallbox所以我就让它这样子加一下呢，它就有25%了的。但我发现到呢，它超过50 km 把握以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听到有微微的引擎声浪了。那很小声，它的防火墙做得特别好，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 C segment 的 SUV 加上车身的这个构架呢，都是以 EV 车做出来的不像其他我们那些 ICE car 啦普通车然后就硬把它塞进一个电动马达，然后做成一个电动车，或者是加一个 PHEV 这样子然后它隔音是不错的，但是你要怎么知道它引擎启动呢？其实在通过这个 meter 上面是没有办法去知道，但是除了听到声音，或者是你会感觉到方向盘好像有一点微微的小的抖动不是叫抖动应该是说它的那个频率当引擎发动的时候是很明显的因为电动车是不会有的嘛所以你会发现到引擎正在发动了，而可能它这个时候呢是正在努力为这个电箱而充电，但是你还是在用这电来行驶的。那只要50 km 把握以下，好像现在这样子它就是全电动了而且整个过程是非常舒服、非常丝滑，你没有特意去注意其实你很难是发现到啦，你要很细心的品尝。那时候我拿车的时候呢 Pronet 的人那也就是 Proton 他就打满这个油给我，当时的里程上面讲还可以走880公里左右，当时我一看到我吓到，满缸真的可以走到800多公里吗？在这个城市里面，如果我不充电的情况下，当然 Proton 也是有提到这里说每一个星期至少要 charge 满1次电，然后让它可以保护这个电池这个是 Proton 这里有提到的但是我就如果马来西亚人有些人是比较懒惰的只是想要打油不了，我到底买一个 PHEV 的车当它是油车价可以吗？其实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个价位120千左右，这个价位其实已经打到它的兄弟 Proton X70， 大家同样都是 C segment 的 SUV，而是 Proton X70 就是 1.5 liter 4缸涡轮增压引擎，这一台就是一个 PHEV。可是当你坐进来的 E-MAX 7 PHEV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整个内饰都是完全不同世界的，都是一个新时代有什么它的 Pronet 有 Proton 的 App 啦，然后比较好的音响啦，一大堆其实它的价钱是真正卡的 X70 的，但是如果你要考虑买远途的话无可否认全油车还是最好的选择的，但是两者的设定悬挂都不一样，车身骨架都不一样。但我坐在 E-MAX 7 PHEV 呢，首先第一点我最喜欢就是它的座椅真的是它的包覆性很强，它有点类似像 semi bucket 桶椅这样子，包裹着你的腰你的背部的发泡棉都很足，然后很软，重点是很软，真的。如果比起同等级的话真的其他对手的话，它还是比较偏硬少许，支撑性也没有像这台这么好。第二点就是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内饰，干净整洁。在这个很多电动车的时代，或者是为了简约一些成本，我觉得它把所有的那些冷气的控制全部把它丢到这一个这个大荧幕上面冷气温度风速这些。但是 Proton 呢还依然保留着几个按钮冷气的开关 Auto Mode 那些。但是还有一点呢，风速
因为通常我个人驾车呢，我是比较喜欢把它定在一个温度，我不喜欢太冷，我也不喜欢太热，所以我刚刚喜欢，所以一般上我会放在24度左右。那我会利用风速来调啊，我现在想要冷一点还是这样，所以它这里中间有一个按钮呢，除了可以拿来调音量之外哦，你按一下去，它就是拿来调冷气的风速哦。这一点我非常的 good， 在开车的时候忙操作，一流，跟你说啊。这个时候我们来试一下它的 ACC 跟车，按一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基本上30 km/h， 我 set 在30 km/h。OK， 我可以上速度吗？可以。OK， 我把它放在50吧。OK， 然后我把跟车距离呢放在最远的，现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赛车的时候这个好不好用。因为这台车呢，它不是利用什么双离合变速箱啦，几个档啦，所以整个起步的过程呢，就是很丝滑，它的加速，它的回收，整个过程就是电动车那种舒适。只要油不要踩得太大就可以了哈。OK， 然后你看现在的 ACC 呢，我就觉得因为有一辆车突然间插进来的话，它会的反应都比较大，它会反而去让它。OK， 这个时候呀，我们来看一下 Myvi 进来的话，它的反应会是怎样啊？现在之后它才看得到。老兄，不要离得太远，我们你近一点。先声明一下，这个功能不是让你在就是赛车的时候用这个功能来滑手机讲电话一大堆啦。OK， 我们是示范一下给你们看这个辅助系统，它只是一个辅助哈。整个过程很丝滑的就是把我保持在路道中间，没有左右晃动，没有多余的动作。你看 ，very straight isn't i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他叫我介入方向盘，可是我不要动，我再看它是不是我再不介入的话，它做出什么动作呢 ？OK， 它来开始 warning 我了，这边有点红灯了啊！我再不介入的话呢？OK， 它这个时候它就会开一个双向灯，然后会把那个 ACC 给解除掉。Sorry，is ICC 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OK， 那这个我不玩了这个时候我把它换去 Power Mode。这时候进入 Power Mode 呢，你会感觉到整个油门的调教都比较敏感去了踩一点点那个动力就来。然后呢，你会感觉到怎么引擎声浪会比较大声了？对，没有错，它虽然没有变速箱啦，但是它感觉上就是一个，我可以怎么说呢？感觉上像 CVT 这样。OK， 你踩的越大油门，它的高转声音就来了。这个Power Mode呢，就好像会随时的在预备就是我会踩多一点的话，高转给你这样子，提高那个动力这样子。看，因为现在我还有22%的电所以我踩多一点的话，它利用那个电冲出去的感觉所以现在油跟电混合的情况下，那个动力是最好的，262 PS， 262牛顿米的扭力，很少看到有一个 PHEV 的车或者是 Turbo 车会有这么平衡的这个数据扭力跟马力竟然是一样的大，对吧 ？OK， 那我们来踩完，你知道吗？当我听到这个引擎声浪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心想，哎呦！怎么这个声音好像哪里听过一样这个声音原来是跟 Proton Saga 一样的对呀，这副引擎就是来自于 Proton Saga 的这一具1.5公升的4缸那个自然吸气引擎，一模一样OK，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官方的0到100测试是8秒 ，OK， 它跟同等级竞争对手 Chery 跟 J2 的Super Hybrid 是一样的而且人家还是1.5 Turbo 嘞，好奇对吧 ？OK， 3、2、1 Go。它的动力提升的蛮猛一下加速的蛮猛120 km/h 之后的感觉，还可以它的 top speed 170 km/h 左右。这是 Proton 说的
170，很明显175 km/h 左右的，你感觉到那个车直接马上把你斩掉那个动力了。OK， 好，我们来见一下朋友，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啊。下雨了，赶快跑，赶快跑。Hello，how are you？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来玩一次加速，这个是 Hybrid Mode 啊。OK 了 ，OK 哦，真的，它的动力哦，比我当时候心里想的那个感觉，会不会没有力啊？但是它颠覆我的想法，真的还挺 OK 的。动力在100 km/h 之后的动力也是 OK。可能你在高速上面呢，你载满人，你要超车啊，可能要预早先把那个油门先踩下去，因为它毕竟还要让这个引擎先反应一下。感觉上有一点在开 CVT 的那种感觉啊！你看啊，现在低速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声音的 ，OK。当我踩完的时候，感觉上就是哦，它的电量先给到你，推你出去之后啊，引擎再慢慢补上来高转啊，这样子，整个过程还是挺丝滑的哈。那我也蛮喜欢的这个方向盘的这个转向啊，幅度也不大啦，然后蛮精准的，就是说。我今天上手不久之后，我会很容易的去预测到，这个弯我要多少的方向盘的角度，很容易去预测到。这台车的悬挂设置哦，前麦花臣后多连杆，同样这个底盘，可是设置调教了完全不一样哦。这是 Proton 调出来的东西哦，真的是我很喜欢 Proton 的车的，它整个底盘的调教，悬挂的那个我们走的 Spring Rate 啊 ，Absorber 啦。很舒服，然后也不忘了一点操控。虽然 E-MAX 7 PHEV 跟同等级竞争对手啊，这个 Chery 跟 J-Cool 的 J7 PHEV 啦 ，OK， 它的底盘调教真的不一样哈。J-Cool 会比较偏硬少许，而 Chery 会比较偏舒服。但是再舒服呢，还是要先问过 E-MAX 7 PHEV， 它悬挂真的超舒服的。而且你看啊，这个路哦，虽然有一点波动啊，但是你还是很 OK， 它绿真的挺不错。哇，这边没有下雨，我的，OK。然后我们来面对于卡朗的这个 1.5 NA 的时候，会的油耗会比较高啦，因为毕竟还是要拖动这1800公斤，然后我的电量也不怎么足的情况下，你看我还才17%，所以我很难想象等一下我上山的时候这 1.5 会怎么样哦。对啊，昨天晚上没有办法去充电啊。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音响。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时已经风云过。这个 Flyme 的 speaker 16粒不是盖的，很不错哦。以这个价格来说，性价比真的便宜嘞，120千左右你就买到一个 PHEV 了，而且又这么舒服 ，C segment 的 SUV 很舒服。如果你今天想要回甘崩，或者是有去一些活动的啊，运动的，比如说有一些户外的 camping 啊，哇，大佬，你那边这样大胃，你还吃出来我的胃货，然后一触就触到完哦 ，what the hell！ 如果你有去露营的朋友啊，有去可能巴黎甘崩啊，或者是去潜水啊，会开到长途的哈，这台车舒服开，而且最重要就是没有续航焦虑，对吧？虽然它没有可能 E-MAX 7的那种饱满的动力哈，可是至少它不会让你去想到，我没有电了，我要去哪里充电这样子。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是去到果拉登嘎诺那个方向，充电站比较少的情况下，那你去到一个R&R里面去上个厕所，只有油站哦，没有充电桩哦，没关系，我打油照样都是可以充电。那种感觉就是轻松自在啊，没有焦虑。这个时候我们在爬坡啊，我的电还是在13%啊，歹路啊，怎么办好嘞？
我有点后悔昨天没有去充电哦。OK，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试一下我最喜欢的大弯。我们不是那种随随便便60过弯就跟你说这样子很稳，底盘好这样子。我们来120这样子过这个弯道，后多连感就是不一样啊，就是很明显，就是那个尾巴是很听话的。这么过弯要侧线的嘞，那边就是后面有车来嘛，如果搞送的话不同讲法。这个刹车呢就要踩得比较深哦。前段那个时候呢，很明显就是让这辆车可以动电的回收这样子，靠电的回收，然后后面那一段才是真正用到这个卡钳来刹车啊。可是它的整个设定啊都是偏舒适的啦，就是说，哎，你要踩得比较深，那个反应才会来这样。整台车哦，开上去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哎，只要飞就对了，它就是很佛系的。我会坐到这台车开上去的时候啊，因为它舒适感的关系，就让我觉得，哦 ，bro， 这台车就是一个 family car。OK， 真的是舒适而坐的啊。OK， 所以它的价钱哦，真的是漂亮哦。看 CR-V 大量嘛，大量漂亮嘛，漂亮，但是新车哦的价钱还是不能比过这一台。我知道 CR-V 虽然空间大，可能。呀，二手价不用谈了，各位，在这个时代哦，因为现在车出得很快，然后手机这样一直有出新款，车也是一样，很多性价比高的新车，所以导致成的二手价哦，你什么车都好了，你买 Brodua 也好啦 ，Brodua 也好那个 ，Brodua OK 了啦 ，Brodua 在这个时代还算 OK 的啦，其他的什么Toyota都好啊。你就准备这一定是亏钱的，尤其是full loan买车的那种啊，一点头期都不丢来买车的哦，到时候卖车的时候，你会看到，诶，怎么我的车 market 才这样子，然后我的 loan 还有这样子，怎么办好，对吧 ？OK， 那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 Part 1的影片了哈，所以下个 Part 2的影片呢，就是会把这辆车冲上云霄，去试一下这台 EMA7 的 PHEV。现在我剩下才有14%的这个电，到底上山靠着这个1.5公升的自吸会怎么样？好了，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是你的爱的人，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